女人为了摆脱极度控制欲的丈夫，她竟偷偷拿起身后的哑铃朝丈夫的头上狠狠砸去。还没等丈夫反应过来，女人手中的哑铃给了她致命一击，丈夫最终被其残忍杀害，彻底倒在了浴缸之中。事后，女人却假装丢失记忆，浑然不知自己遭遇了什么，而靠着一个奇怪的心理疾病，女人成就了一个完美犯罪。然而，整件事情的走向和反转却并不在女人的意料之中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近乎完美犯罪的悬疑电影《辣手美人心》，又名《致命恋人》。尼克是旧金山小有名气的一位心理医生，除此之外，他还是公立医院的司法鉴定科的主任。为此，尼克经常出庭为一些犯罪嫌疑人提供精神评估。某天，一位叫小美的女子找上了他。小美有着严重的强迫性焦虑症，时常做一些奇怪的噩梦。虽然尼克对其进行了多次疏导，但治疗效果却并不佳。尼克为此苦恼不已。为此，小美提议尼克见见自己的姐姐劳拉，也许劳拉能够帮助尼克找到问题所在，因为劳拉是唯一一个能够了解小美的人。而劳拉听闻这件事，很快便找上了尼克。在劳拉的交代下，尼克得知，原来早年小美的母亲便抛弃了她们姐妹俩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他们的父亲不仅有着暴力倾向，更是个变态。儿时的小美曾遭到父亲的猥亵，直到某次意外火灾发生，他们的父亲命丧于此，两人才摆脱了这种煎熬的生活。父亲的所作所为给小美留下了极大的阴影。好在长大后的小美遗忘了这段不堪的童年记忆。劳拉认为自己的妹妹患上焦虑症肯定和当年父亲的侵犯有关，她希望尼克可以尽全力治疗好自己妹妹的心理疾病。为了帮助小美治疗，尼克和劳拉之间的来往变得更加频繁。而面对美丽又漂亮的劳拉，单身多年的尼克很快便沦陷了进去。尼克多次以讨论病情为理由与劳拉相约，劳拉也心知肚明看出了尼克的爱意之情。就在两人关系暧昧之际，劳拉却给尼克浇了一盆冷水，那就是劳拉表明自己已经结婚有了丈夫，这让尼克顿感失落。不过劳拉告诉尼克，她和自己的丈夫已经没有情感，所以她才会接受尼克的邀约。而已经沦陷进去的尼克也根本不在乎这种违背道德的事情。当晚两人便进行了深入交流，至此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。某天两人相约去到海边约会，他们登上了一座废弃的灯塔看望风景。可就在这时，灯塔上的栏杆因为年久失修突然松动，两人差点掉了下去。惊魂未定的两人不得不赶紧返回离开灯塔。然而慌忙之中，劳拉的包却掉落在地，里面却有着一节类似铁棍的东西滚落出来，这让尼克顿感好奇劳拉的包里为何会有这种东西。而劳拉赶紧解释道，原来劳拉的丈夫不仅控制欲极强，还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。面对丈夫的虐待，劳拉却没有勇气和丈夫提出离婚，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。她之所以带着铁棍，正是为了防身所用，这也是劳拉和丈夫关系破裂的原因。听完劳拉的遭遇，尼克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劳拉脱离苦海。于是他委托了自己的律师朋友调查了劳拉的丈夫，而劳拉的丈夫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劳拉的丈夫曾混过黑道，虽然现在已经从事房产生意，但还是会进行一些诈骗和洗钱的非法勾当。律师劝尼克不要和这种人的妻子搞在一起，因为很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可尼克现在完全听不进去，他已经彻底沦陷在劳拉的温柔乡里。这天，尼克巧合地遇见了劳拉和她的丈夫正在饭局中，可劳拉突然一阵咳嗽，感到身体不适，先行离开了此处。尼克见状赶忙追了上去，他不仅贴心地亲自送劳拉回家，在半路上还陪着劳拉在药店买了止咳药水。可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就在第二天，尼克便得知了一个让其震惊的消息，那就是劳拉因为涉嫌谋害自己的丈夫被警方逮捕。一脸懵逼的尼克赶到警局询问劳拉怎么回事，可劳拉却表示自己根本不清楚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自己昨天回到家中后，她喝下咳嗽药水后便迷糊了过去。等她醒来后，丈夫已经被谋害死在了浴缸之中。然而警方却并没有发现有人闯入的痕迹，并且警方发现劳拉的丈夫是被某种钝器击中头部致死，他们也没有在现场找到作案凶器，所以警方怀疑是劳拉行凶后将凶器藏了起来。可此刻的劳拉却一脸的无辜，她告诉尼克自己昨晚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道凶器被藏在了何处。看到劳拉诚恳又无助的样子，尼克让其不要担心，他表示自己一定会搞清楚事情的真相。然而通过调查，尼克发现原来劳拉患有病理性酒精中毒症，而患有这种症状的人只要摄入一定的酒精量，不仅会引发中毒，当事人还会伴有疯癫和暴力的行为，事后却会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简而言之，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。而在最近这几年，劳拉已经有过3次并发记录，并且那晚劳拉喝下的止咳药水就含有酒精的成分。尼克猜测很可能是劳拉是在症发后，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虽然这暂时排除了是劳拉主观上的行为，不过尼克通过调查劳拉的丈夫还是发现了猫腻，那就是劳拉丈夫的生意最近因为债务已经快要破产，唯一有价值的便是他有一份300万的人身保险。在律师看来，这很可能是劳拉的骗保计划。不过尼克在劳拉的口中求证得知，那份保险的受益人并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劳拉丈夫的哥哥。尼克通过保险公司证实了劳拉所说的属实。为了将心爱之人解救出来，尼克找来了医学上的朋友，证实了这种病确实存在，因为是心理上的疾病，在当地的法律看来，这种不是主观意识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。劳拉最终被判无罪，不过因为心理上有着疾病，她还是被送进了精神医院无期限治疗，直到得到医生的评估认可，劳拉才能被释放出来。在尼克看来，凭借着自己是医院主治医生之一，只要劳拉在里面待上1-2年，他就可以再通过评估获得自由。
本以为这件事会就此告一段落，可某天在一次演讲会上，尼克却听见了让其出乎意料的事情，那就是劳拉的妹妹小美在向尼克讲述病情时，关于那些奇怪的梦竟然和一本精神病患者写的病历如出一辙，并且在劳拉的案件结束后，一名法警曾和尼克说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，那就是他此前曾见过劳拉多次出现在法庭上，虽然他每次戴着面具伪装，不过法警对其印象深刻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只出现在尼克出庭的时候，当时的尼克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认为只是法警认错了。不过结合这两件事情，此时尼克才恍然大悟，他才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，并且律师告诉了尼克更加震惊的消息，那就是那份300万的保险受益人虽然是劳拉丈夫的哥哥，不过劳拉丈夫的哥哥1个月前就因为癌症已经去世，那么受益人自然会转移到劳拉身上。而巧合的是，劳拉的妹妹小美正是1个月前找上了自己治疗，尼克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。气愤的尼克直接来到医院找上了劳拉，面对尼克的一顿质问，劳拉却丝毫不慌，因为她早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她也不再掩饰承认自己谋害丈夫就是为了得到那份保险赔偿。接近尼克也正是为了利用尼克为自己脱罪，可就算尼克现在知道这件事也没有用，因为劳拉手中还有着至关重要的一项证据，那就是自己包中的那一节铁棍上面有了尼克的指纹，而这也并不是什么铁棍，是哑铃上的握杆。当时的劳拉正是用留有尼克指纹的哑铃杀害了自己的丈夫，如果她将凶器交给警方，她完全可以用尼克爱而不得的杀人动机，让其成为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。此刻尼克没想到眼前的劳拉竟是一个蛇蝎美人，尼克此时虽然心中无比愤怒，但此刻他对劳拉却没有丝毫办法，尼克只能无奈地离开了医院。不过第二天尼克还是找到了劳拉，想要劝其自首，尼克只能用自己是医生的身份威胁道，如果劳拉没有通过自己的评估，他也只能永远被关在精神病院，并且尼克可以让检察官对这件案子展开重新调查。可劳拉对于尼克的威胁却不屑一顾，因为他的手中有着尼克的指纹证据。眼见劳拉如此冥顽不灵，尼克也不想再和其多说什么，离开了此处。而当天劳拉便找到了自己妹妹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劳拉打算先下手。他将自己藏哑铃凶器的地方告诉了小美，劳拉让小美第二天带着哑铃来医院，他打算先向检方告发尼克。随着第二天的到来，尼克果然带着2名检察官找上了劳拉，小美也带着东西来到了医院。面对2名检察官，劳拉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劳拉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是受害者，她一口指定是尼克为了得到自己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事后是尼克让劳拉隐瞒了这件事情，帮其顶罪。尼克承诺可以通过劳拉的病症保证2人都会平安无事。不过被送进医院后备受煎熬的劳拉幡然醒悟，所以他还是打算将此事揭露出来，并且他已经让自己妹妹带来了指控尼克的哑铃凶器，上面有着尼克的指纹。看到装有凶器的黑色包，尼克心中顿感不妙。可当检察官打开时，里面却并没有哑铃，只是一些涂鸦纸张。看到这一幕的劳拉当场傻眼，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妹妹小美背叛了自己。原来就在劳拉让小美去取哑铃证据之前，小美便找到了尼克。原来此前和尼克接触多次的小美已然对尼克暗生情愫，不过尼克却并不知情。小美为了得到尼克，2人联手上演了一出好戏。尼克那天来到医院威胁，就是为了刺激劳拉。等劳拉意识到危机感后，她肯定会将哑铃的藏匿地点告诉自己的妹妹。意识到自己被耍后，劳拉向2名检察官大喊着自己被人算计，可没想到2名检察官却从包里掏出了镇定剂。让劳拉没想到的是，眼前的2人根本不是什么检察官，其中1名是评估医生，另1名则是保险公司的员工。2人来到这里正是为了核实劳拉的病情。此刻劳拉才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尼克给耍了。尼克更是告诉劳拉一罪不能2审的原则，所以检方根本不会用同样的罪名起诉劳拉。这一切都是尼克故意在套路劳拉。劳拉那是气急败坏，而她也只能永远的被关在医院里。而帮尼克做完这件事情的小美找上了他，小美还故意染了和自己姐姐一样的发色。接着她便向尼克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，可尼克却果断选择了拒绝，并且尼克让小美将哑铃凶器交给自己，因为他可不想被人抓住把柄威胁。小美却开玩笑地解释道，自己早已将凶器哑铃丢进了海中。尼克见此也不好再追问什么。小美眼见尼克没有此意，失落地离开了这里，2人就此分道扬镳。情场失意的小美转头却立马找到了劳拉。小美向自己的姐姐哭诉，自己是因为一时情迷心窍才会背叛了她。劳拉听闻后不但没有责怪小美，她还安慰到自己的妹妹2人还有最后一丝机会。看着2人一样的发色，劳拉心生一计，那就是她让长得像自己的妹妹留在精神病院顶替自己，劳拉自己则趁人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。而劳拉第一时间便是找到了小美藏起来的哑铃凶器，她直接拨通了负责调查自己丈夫这件案子探长黑哥的电话。劳拉表示自己的手上有着杀害自己丈夫的凶器，并且凶器上留有指纹，可指证凶手是谁。她会带着凶器和探长黑哥会合。然而劳拉并不知道的是，尼克在和小美分别后，他便已经偷偷安排人员跟踪了小美。尼克得知劳拉已经拿到了哑铃，正在赶往码头与黑哥会合，他第一时间追了上去。而机智的尼克则在最后一刻将劳拉手中的哑铃抢走，拿在手上。这样一来，劳拉的指纹证据直接就没有了。看到这一幕的探长黑哥和劳拉直接傻眼，不过劳拉却掏出了小美包里的枪，控制住了2人。
劳拉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不再需要指纹证据。他打算将两人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，将两人解决，再将探长黑哥的死嫁祸给尼克。其缘由正是尼克发现了自己事情败露，想要抢夺证据，两人发生枪斗，命丧当场。然而随着深夜和大雨来临，探长在前往偏僻路上却因为雨天路滑，直接掉在了海边的礁石上。等劳拉缓过神来，才发现尼克已经逃离。不过他还是发现尼克已经前往了此前两人曾相约的那座废弃灯塔。劳拉赶忙追了上去，两人最终来到了灯塔的瞭望台上。尼克眼见形势不妙，他赶紧道出了劳拉的另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小时候受到父亲侵犯的并不是小美，正是劳拉自己。当年劳拉的父亲也不是意外在火灾中死去的，而是劳拉将醉酒的父亲点燃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尼克本想以此劝劳拉回头是岸，可没想到这却更加激怒了劳拉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没想到脚下的栏杆因为上次的松动彻底坍塌，劳拉直接从瞭望台掉了下去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尼克也同样掉了下去，好在他抓住了摇摇欲坠的栏杆。幸运的是，黑哥及时赶了过来，救下了尼克。然而在审判中，劳拉的妹妹小美却并没有当成共犯被判无罪，因为在法官和评审团看来，小美只不过是被劳拉哄骗利用了而已。然而在影片的结尾，当小美在和富家公子相约时，她却露出了邪魅一笑。我们再回顾一下剧情，就可以看出小美才是主导整个计划走向的人，而成就完美犯罪的人正是小美。因为从开头接触尼克开始，她就故意露出破绽，讲述了关于那本精神书籍上的梦境，因为她知道一向爱学习的尼克迟早会发现这件事情，尼克从而会阻止劳拉的计划，并且尼克从接触小美便发现她是消极攻击性的人格，一边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姐姐，一边又是不得不听从姐姐的计划，加上对于姐姐人见人爱的嫉妒，小美最终黑化。她在向尼克表达爱意之际就已经做好了全面打算，因为她已经将枪早已放在了包中，而故意染上一样的发色，正是为了提示自己的姐姐去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因为不管结果如何，对于小美来说都算是一种报复。不过劳拉的意外让小美成功替代自己的姐姐，成为了新的蛇蝎美人。